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本局的主题为中国高中低海拔食材挑战赛，高中低海拔对应了3个中国不同海拔区间。大小厨混合团战第1轮高海拔食材对决。本轮的隐藏规则是为对手增加一个必须使用的高海拔辅食材。给你红鳟鱼，我们给他黄蘑菇吧。2个我都不想失去，怎么办？现在投票开始。19比19，还剩22个大众评审没有公布票数。全哥逆风光盘，我相信我们的菜品更有冲击感。现在宣布剩下22票。最重要的这一刻，这压力好大，这一场就定生死了。难道最后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哇，全部都是银色。哇哦！最终票数，曹四全队19票，张家玉队41票。恭喜张家玉队全员入局。抱歉，多靠你。出来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蛮惊讶的。我们能成功的点，真的是因为彼此相信。团队的2个 partner，非常的信任我，然后也感谢他们很完美的执行了所有的事情。我最好的水平就是眼光好，挑得好的兄弟，好的队员。真的是，谢谢。恭喜张师傅啊！因为我那个鲤鱼还没有难到你啊，哎，也看到一个完成度非常好的3道菜，也没想到2个小时之内完成度这么好，也感谢我们的团队，谢谢我们团队啊，谢谢大家。觉得确实他们是强过我们的，这个我们输的一点不冤枉。所以我觉得为他们感到开心，真的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跟全哥玩在一起完成这个事情，虽然结果不好，但是我们其实过程我们还是玩得蛮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结果是蛮好的。我如果玩这个，我觉得还玩不成。我要跟店小王都放在一起。哎呀。哎，文文姐，去你餐厅吃饭得提前预定吗？确实，餐厅最近生意很好，不太好定啊。我懂你意思，咱这关系你要来 call 我呀。哎，这几天人太多了，可能订不上。不行，你来后厨吃也行。但是高峰期后厨太忙，可能就……我订好了啊。用美团在线预订，热门餐厅订得到，还可以查看大厅包间的视频照片，就餐环境一目了然。哎，文文姐，明天记得给我送个菜哦。用美团团购，热门餐厅订得到。第2轮为中海拔食材对决。在本轮比赛中，你们需要使用兔肉作为主食材，并选择中海拔食材房的辅食材进行烹饪。大小厨混合战中海拔对决，张文文队对阵张龙队。这2队我觉得很
平均了，有中餐有西餐，都是年纪也差不多。我现在这个阵容就是最好的安排，大家都是有各自擅长的部分。Eric， 因为我们合作过嘛，而且他很擅长做兔子。淑华师傅的刀工很好，因为我们要做60个人的餐，处理这个兔子速度要快。年少有为现在在做素食餐厅，所有的辅料他应该会比较熟悉，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的信心一直都是100%。我的对手的配置跟我的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两个队伍其实是比较平衡的，大家都有优势。我们要把你们送回月球。哇哟！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狼来了。狼来了，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我告诉你。现在，请双方讨论各自的菜品分工。真是为难我了，我40年第一次吃兔兔。因为他是完全不吃兔的。你完全不吃兔肉？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所以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从来没试过。这个兔子真的不好做呀。是吗？是的。因为兔子肉它本身也没味，第二个它没有脂肪，一般是很难做好这道菜的，一定要带点辣味，一定要开胃哦。好，辣兔兔，好像就只有这个味型可以做兔兔哦。OK。其实兔子常见的做法就是那种川渝地区的口味，但是我还是想有点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做一个中式的汤羹，对，然后把兔子菜肉，腿肉做那个 meatball， 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烟火气，那个 meatball。我们的策略就是一个中式吐司羹，加一个西式带点微辣的丸子，去打一个产品的差异化。然后整个过程 ，OK， 我们分好，就我师傅那边处理那个肉，然后我负责做那个汤羹，然后你们做那个 meatball， 然后弄完那个东西，我需要吃味道，对，OK， 然后在这个中间有任何问题 ，OK， 让我知道 ，OK， 我们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走 ，OK， 好吧？我们这个队组在一起之后，其实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我们要做，现在是60个人，我们要做60个人，一个人30克。今天这个菜品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思路都还蛮多的。Underneath is the rapid yellow wine sauce, right? Yellow wine sauce， 呀，花雕酒看到没有？刚刚有。哦，最后 Erica 说她很喜欢中国的花雕酒，她想做一个兔肉的肉丸，配上一个这种花雕的汁儿，我会觉得哎，这个方法还不错。我觉得如果它是本身没有味道的一个食材，它做成肉丸，我可以赋予它风味。Today we do the two dishes, right? One is a spicy, one is a sweet and sour. Yeah, OK. Sweet and sour. 我们做一个麻辣兔肉丸，兔肉丸，然后做一个酸甜口的，糖醋小兔兔可以。OK, so for main course, you in charge the sauce. Sauce. 然后你们2个人去来了以后先改刀取肉，兔肉我要1.6公斤，这里面要包含7的腿肉，3的胸肉。OK。中海拔2组队员去拿取中海拔的食材。拿那个筐子，跑！又跑了！要开始了！加油，张龙，加油，快点！是不是有人用飞的呀？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别走！加油！比赛过程当中跑上去赶紧拿副食材，因为我们不知道数量有多少，要用的这些食材被对手拿了或者不够，那就很麻烦了。Anything can happen， 就是以防万一我们真的需要用，所以就全部就拿了一点了。听我这样拿吗？拿。都拿了是吧？够了，2只就够了，2只够了。对。我们组分工，我主要是和年少有为拿食材，艾瑞克他是烧一些水，
队长他主要去要把一些干条去拿过来。因为第一场是真下谁，我们会猜，那我们不敢拿太多，万一他又给我们加怎么办？可以了吧？可以了吧？那个花要不要拿？不拿了，他会送我们的。You need one more round on top? Yes, yes. 我们多拿了食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应对不同的隐藏规则，要换食材，要舍弃食材，也可以像烟雾弹一样迷惑一下对方。现在，请双方去查看对方的灶台食材。看他们选的什么食材。温柔点，下手轻点。跟我们差不多。哦，他们用这个。他们说这是给我们用的。哇，他们要用这么多啊！他们把这个摄像头都拿进来了。用摄像头了。摄像头都拿出来了。摄像头，这鸡。我看到对方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疯了吧？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基本每样食材都拿了。我会觉得他们可能是搞障眼法，或者是觉得可能会要送我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拿了很多。其实他们拿的很少。哎，对，什么？礼物。我看到对方选的东西有肥肉，我断定他一定会做一个丸子，因为兔子脂肪含量很低很低，这个东西很关键，他要去平衡它的那个油脂不够嘛。现在公布本轮比赛的隐藏规则。取消2种食材。我比较期待待会会互换什么食材，会挑什么食材给对方。看到食材然后感觉是拿走一样还是增加一样？还是增加一样？哦，不一样。看了隐藏规则，幸亏我们有多拿食材。猪油。我知道。食材其实用的很少，我们一定要用它最想用的。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他其实那时候拿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想用。应该没有。他们有 pork fat and chicken, fish。他们很纠结。对，文文先选。藤椒。你来吧，我让着你。Lady first， 还是你先来。今天让 gentleman first。好，不客气了。哪一个你要的 ？Which one you want？ Tell me。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We can do everything. Okay. We can chase them. Let's go。哇哟！哇 ，It's OK。完蛋了。哦。肥膘有没有？肥膘有的影响。对啊，因为那个兔就比较瘦。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菜拿掉这个肥肉可能会有一定大的影响。肥肉呢，我是要把它拿来熬猪油，炒完这个葱和蒜，把它滤出来，再打到兔肉碗里，会增加它的油脂感。猪肥肉真的是我们用处最大的一个东西。你对我这么不客气，那我也下手重一点哦。把我们的灵魂拿走了。啊，没有灵魂，我这还有啊，你拿去啊，你也拿走啊，你也拿走啊，那你也拿走，我们都可以不要，你也拿走啊。他看到了，啊，他看到了，哇，这聪明 ，OK， 知道，那方面。哦，好残酷，好狠啊！拿走去，都出狠招。搬了这么多怪重的，搬了半死没得用。整筐没了，伤心啊，因为那个鸡是我拿的啊，真的很重，你知道吗？我跑上第1轮的时候，你知道我下来的时候是多喘吗？我在那边一直，最后鸡都没有用。你看他表情，对，他表情哇。其实鸡对我那个汤其实蛮重要的，就少了鸡的话，可能它的复合鲜香可能会差一点点。其实不是比谁很难，就是把一些重要部分拿走的话，更有创造力的。对啊。
中海拔对决，120分钟，计时开始。My work is making rabbit meatballs, but they took the pork fat. Easy. Okay. It's easy. I use the butter for sauce and things. Okay, no problem. But add like the natural fat with some butter. And actually, like they think they are smart, but normally I use the butter in the restaurant. But once they took the pork fat out, then I just use my normal recipe. So it's actually even more safe for me then. So you need a leg only, right? Leg for meals. And you can take some extra skin all around the... But butter is not enough. Because chicken skin have the nice fat. Actually, we mix it in the meatball. 鸡皮要剁得很碎哦，要剁得很碎。OK。他们好像用那些鸡皮啊，把它剁碎，就混进去那个兔肉那里。那因为鸡的味道不会太重，其实也有点像兔肉的，所以混在一起替代猪油是很聪明的做法。剩下的鸡肉我会再熬个鸡汤给 Eric 做花雕汁，可以增加兔肉丸的鲜味。这个鸡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看起来就很高油脂的。看这鸡质量有多好，看这颜色。还要带鸡油，你们还带鸡油 ？Oh my god！ 这个鸡质量绝了，我把他们鸡拿走，对的。有奖金。那行，他觉得对，那就是对。你就多大声一点。好。他们拿掉我的鸡，不会对我的计划造成大的影响。我们还是维持我们的原来的方案去进行。18年的时候我是厨师长，23年升职的行政总厨。 而且我的部门很大，有100多个人。我在我日常的工作中，每天也有很多的 paperwork 跟 planning 的东西。我坚信，以我的经历跟我的见识，我一定可以把这个团队带好。那因为西厨比较擅长去鼓，所以我会让街厨去拆兔腿肉。你们先弄汤，等一下弄完再过来帮切。我先切一下腿。喂，你要小心，它有那个泡沫粒啊，它用泡沫箱装来食材的。好嘞。 然后一份去做丸子的酱汁和底料。我觉得刘师傅做姜汁很厉害。然后我就负责做汤羹。哎 ，You doing the butter right？ butter 是我的。OK， 对，你要盯着我，我在盯着。我先泡一下啊。黄师傅是中餐大厨，经验丰富，那我就让他负责补味。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提供第一时间的响应。我们在60分钟以内，所有的备料啊。 全部要搞定，因为在固定的时间，只有每个人有负责的岗位，跟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那我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完成我们整体的一个系列的流程。你那个蒜要拍一下再摇，它就快了。Yes。不是，你直接。 怎么样？我这个方法怎么样？快不快？快。他是在那个什么南京历史。对，他餐厅有2家中餐厅都拿米其林星，是属于酒店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能够拿双星。哦。文文也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百业的也很厉害。 我们整体的分工就是，我主要负责糖醋小兔肚的汁，包括肉的一些腌制。这里腌兔肉的。OK。Eric 是主要专注在酱汁和兔肉丸，年少有为和苏师傅他们负责切配、分割所有的肉类。他们2个人打下手，2个人辅做啊。那辣椒是个大事情啊。 没事，我一会儿搞完之后我就来搞辣椒，你可以放那边，我来搞。没事，我在边飞水边搞。因为大众评委来自很多地方，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吃，所以我参考了四川冷汁兔的形式，炒一个干的辣椒碎。兔肉丸其实是盖在辣椒里面。
因为这个辣椒我要装60多份，而且2金条的辣椒它的形状又长，它又不是规整的。那如果你一个个切或者是慢慢切，那会耗很大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在卷辣椒，他把干辣椒卷起来是干嘛的？因为保鲜膜把它卷完以后，它会完整一点。我只需要注意不要把这个保鲜膜切进去。我会比较担心里面可能会存保鲜膜。不可能，不可能的是吗？相信我。OK， 朋友们，哎，你的辣椒切法太厉害了。做小弟的嘛，刀工要好一点嘛。啊，还真是，这肯定不是西服教了，对。我还是很感谢我在中东的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我第一次去中东的时候，我们的酒店里有一个西餐厅，那我休息的时候都会去帮忙，然后去给他们做小弟。在人家那里就是多学多看，然后积攒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经验。你先去骨吧，我先去骨吧，我先去骨吧。你去骨，我先把腿肉那个先卸下来。拆兔子的时候，我的中餐刀拆兔子拆得比较快，然后年少有为是做西餐的，他做去骨这样精细的刀工更快，所以说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我们拆兔子的时候会把兔肉分成2个部分。兔腿肉呢，它口感会比里脊要好，所以说我们会优先用腿肉。这个是给到 Chef Eric 去做成兔肉丸子。兔腿拆出来之后，我们还会顺便把兔子的里脊肉也拆出来。这个是给文文老师做糖醋兔里脊的。我跟你确定一下 size， 你要一整条开2，然后开2之后再开4，还是太大？开3？我觉得就这么大就可以了，好吧 ？OK， 好。腿肉筋多。没事，不用剃那么干净，你把大筋的剃掉就 OK 了。不行，不剃干净点我难受。年少有为，他很棒，他很认真，会把我的里脊分成一条一条，很清晰。You don't want the bone have some water, right? Less as possible there. Okay. Which one oven? The right side. Right side. Okay. 我们会把拆完肉剩下的兔骨烤一下。Chef Eric 会拿兔骨去做一个西式的高汤。但处理兔肉我觉得挺麻烦的，看他们又要去肉，然后又要去筋，你还要去分类。哎，兔子快点啊，把那个屁股先砍下来。兔子的话，首先我要把兔骨拆出来去吊汤，然后把兔腿切下来给 Evan 做丸子。因为兔肉骨头很硬，西式做兔肉都会把兔肉煮熟再去剔肉，生的很难砍的。兔子要快啊！兄弟，来，等着下锅嘞！我们争取1个小时之内把所有 Mission Plus 搞定啊 ！Yes。比赛的时间也很紧迫，我也很怕，因为我耽误后续时间的进程。师傅，你有空一起切呗。所以我就紧急求助了一下黄师傅。那因为黄师傅去帮忙切兔子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先去掐掉竹荪的伞了。那个稍微砍，师傅稍微砍大块一点哈。我们高压锅不够，整个放不进去啊。好。你先找完块，让chef先焯水。兔子还有几个？10只，快！快，先拿一部分，这里。那个砍完了吗？快了。张龙一直在催进度。他们一边剁一边飞水，效率会高一点。行，师傅，这轮你的。OK 了。我开始拆肉了。我对这一组是比较有信心的。是因为你了解其实他们拿走我们的鸡，我用兔骨做底汤，一样可以把鲜味调出来。那飞过水的兔子，我会先捞出，洗净浮沫，然后放入高压锅压出高汤。
这个竹荪我先切丝啊，这里啊，切圈，师傅，切圈它有口感。拿回来，过来。这样 ，OK。哎，切煮那个肉要快哦。我要人帮忙啊。 OK。我觉得张龙老师真的很厉害，他能够发现每一个人的进度，并且会瞬间去解决问题。然后师傅，你切完竹荪，把那个葱白搞定。那个葱白搞完就切那个猪肥膘哈，剁。越细越好啊，师傅哈。那个葱白。Ivan，你那个肉丸的那些小料调味都 OK 了吗？在 confit 都要还有多久啊？15分钟这样。15分钟是吗？对。OK，15分钟把肉弄给你哈。平时在厨房都是大佬，来这里都是小弟。我做完 sauce， 我 pass 给你。这里。喂 ，the onions， 那个很香哎。哇！喂，啊，很香哎。刚好啊。张龙看起来很轻松的感觉啊。龙哥，你要自己预测一下多少比多少，大胆一点。保底40票以上。哦，可以。自信是成功的第一步啊。现在基本上过去一半时间喽，我是在处理这个，那边已经拆完了，上完了是吧，华哥？12就结束。那边开始双刀了，风声起，战鼓擂，加油！加油！我看到苏华老师用中餐刀剁馅儿特别快，于是我马上也换上中餐刀，保证肉馅的出品一致。Normally we use the machines like the mince the meat, but today I know we have the good chefs with the Chinese knife skills, so they can keep the meat cold enough once you mix it. 剁差不多就拿刀背打啊。好嘞。开始排了，肉馅做成颗粒后，需要改用刀背拍打。因为这个肉馅要做成丸子，所以说用刀背去给它剁成蓉，这样更加容易定型。我们在剁肉，在 chop 那个 meatball 有吗？马上要戳了，chop。Give me some. Is it very slippery? 两边都在剁肉，好激烈啊 Yes, that look okay. Okay? Yes. And this one is okay also. 他们速度很快，已经剁完了。Let me check what do we have done. Done. 这个我要差不多要满盒，然后大葱搞一满盒，就直接切断一拍，然后弄完这几样把香菜洗一下 ，OK。华哥，这个你留着我来搞吧。然后我来调那2个汁儿。啊，没事。你先把你的事情干好，然后你来。那咱我们都走 ，teamwork。不要抢着干。我干杂活，我要。啥都来。我要帮你们干杂活，不忍心看你们干这种活啊。我们也不忍心你啊。哎呀。你不是我们队的团宠吗？现在。我成团宠了。就你一个小朋友。哇，太感动了。文文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 chef， 他自己的性格也很好。要120个是吧？130个。130个。喂，chef。你在考验我的记性是不是？你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吗？辣油没做。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吗？青柠皮还没处理呢。好。青柠要拿出来，我没有擦皮器，对不对？那就要把它皮去掉，切很细。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感可能会比他们强一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团队是非常非常扛打的一个团队。And then once I got the rabbit bones out of the oven, I put them in the wok
with the yellow wine, let them cook together, you know, to get the flavor out. Come on. You need only chicken stock, right? Yes, I can do it. Very nice. This one's good. Super nice. Perfect. Sauce gonna be next level. 看这鸡质量有多好，来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看这颜 It's 色。 very nice. 还要带鸡油，你们还带鸡油。 Oh my god. And of course, the chicken stock from Von Von. That's the key for me. I need that for the rabbit sauce, so I add it in as well. Bring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start the reduce. And then I start with the meatball. Of course, I'm from Finland, so we almost like national food in Finland to eat the meatballs, and it's like in my backbone.我跟 Eric 是好朋友很久了嘛，而且他也有跟我说过他很喜欢兔子，所以他一看到兔子，我看到他眼睛就是叮这样。This one good, really good. I like it. 他的餐厅里面就有在做兔子肉丸，而且那个肉丸我也有吃过，也是很好吃的。对，就是想说啊，可能做一个肉丸跟他比一比。Mix by eye. So I think I'm fine, no? 所以我做了一个秘制的底料，放进了肉馅里，还加入了猪油和笋丁。酱汁的部分我是做了一个微麻微辣的酱汁来搭配肉丸。当然，味道方面肯定还是要跟队长确认一下嘛。那这个是 sauce base，OK， 你可以 adjust。还没有放青胡椒，我 infuse 青胡椒而已。你吃一下。我还没有放青胡椒，咸吗？咸吗 ？I think 你要往前给点糖，麻味轻轻啊，因为麻它影响那个，它会影响到汤的鲜味。很甜呢，很甜吗？你再加点那个柠檬汁跟那个精灵啊，那个果香味。因为我觉得张龙他不只是了解中菜，而且他也了解了西餐。可能我只会用西餐的角度去看，但他会加入中餐的想法，所以我会根据队长的建议对味道进行调整。再拿过来我尝一下。可以，糖够吗？够。OK good。我们调了一个偏酸甜的麻辣汁，这样兔丸和兔丝根的味型会更加搭配。然后帮忙一起搓肉丸。OK， 那我称，然后你搓。好，搓软一点是吧？搓紧一点，对，圆。可以这样打，不是搓，打那个狮子头就这样打。那边也在搓丸子 ，Eric 在搓丸子。Andre,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help this one. Yes. And then I start buying the meatballs. So this one, like around 35 grams. Okay, 35. Yes. Eric 师傅他要处理的肉丸很多嘛，所以我帮他搞完这个汤之后，也就马上去帮他弄肉丸了。30克。35。哇，原来老外做肉丸也有这个打上劲的一个手法哈。老外也有这个 Swedish meatball。哦 ，OK。看他们这个安排啊，挺流畅的。我觉得我们3个队员表现的都真的非常棒，他们的执行力都非常的快。那具体的我就交给他们了，因为我完全信任他们。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处理我的里脊肉了。我们用了腿肉，然后胸肉去剁末，然后腿肉还切了一些，做2个口味。OK。做一个酸甜的，做一个麻辣的。好新鲜。我都没有吃过兔子。啊？你没有吃过兔子？我属兔的。哦。我真没有吃过兔子，第一次做兔子。
兔肉处理完，差不多辣椒也就泡好了，把它拿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下一步了。那个肉丸还要多久？10分钟内。10分钟内哦。对 ，OK， 我们可以一边煎一边做。可以煎 ，OK，Go。OK。有点太大力了，这个你不觉得吗？太大力，很大力，太大力。走35 gram 就可以了，小点，很大力。50克了。小弟，35 gram。小点。这里看得好大啊。对，很大。是。棒弄小一点，这个小点，这个，师傅。一口，师傅，这个这样。好。弄小一点，一口这样。好。你把它弄圆一点，放进去，稍微不用那么平，稍微鼓一点是吧？对。龙哥，好了几个，你要不要先尝一下？对。怎么样？可以吗？哎，那个辣的味道还是差一点。放，你放啊。再来一点辣的，你放多一点。你放。要辣。里面那个辣椒其实你给它放一点。在哪里？干的辣椒粉，在那边啊。哎，就是那个辣椒粉啊。哎，不是这边吗？当我知道我的酱汁差一点辣味的时候，我也是很着急，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这个酱汁。所以一听说有辣椒粉可以补救，我就赶紧去找了。哎，那辣椒粉。然后this one 啊，big one， 大的那个。但其实我对中餐的辣味也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辣椒，我又跑进去2、3次。然后把有你的进去 flick， 放不进去的啊。师傅调一个这种微微辣的一个小粉，然后拿个pan炒，要炒干香一点哦。好。那个肉拿掉一下。就张龙队长真的是一个遇到问题能马上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团队其实我很开心，真的。比赛时间比较紧嘛，当下最重要还是解决问题。找经验丰富的湖南师傅去做辣的部分比较保险。哎，我们在20分钟的时候烧汤 ，OK。时间还有25分钟。现在就烧汤了。预判啊，神预判。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完成了我们在预设的时间以内完成该完成的事情，而且我们每个人的配合是很契合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为我的这个团队感到骄傲。这一次，时间还有25分钟。时间过这么快的吗？因为我的糖醋里脊还没开始炸，糖醋汁还没有收汁，麻辣兔肉丸的辣椒也没有开始炒。舒师傅，那个弄好了吗？好了。好了，过来，然后把它收拾一下，帮我烧锅油。烧油做什么的？炸的啊？对，大豆油。这个时候我会优先把里脊炸出来，因为里脊炸完还需要一个冷却的时间，才能有酥脆的口感。Eric 那边也是要尽快把花雕汁浓缩一下。这里。你看，要我一直喷。多倒点油，多。那要不要中餐锅好用一点啊？没事，等下换那个锅。你炸香料油是吧？对。我知道了。我把辣椒炒干吧。但是平底锅太小，根本炒不完辣椒。对，没有锅了，只有这2个。有的。然后年少有为在旁边又开了2口锅炒辣椒。你去可以搞其他的了，这两我来看着就好。这个要开大点火。这最大火了，这个火很小的。这个燃气灶火太小，根本炒不出锅气。但是那个猛火灶只有1个。那等不及了。那我只能先用这3口锅，尽量把辣椒的水分炒干。I put the meatball in the oven. I put the plate over there, and then I start the sauce. Yeah. Go.
Don't think, just go. 熬住我在这里熬了。好。最后我又开了一口锅收糖醋汁，当时有5个锅，有一个糖醋汁，然后3个不粘锅在炒辣椒，还有一个在熬葱姜油。我们菜的风味来源都在这5口锅里啊！那我一定要把这个辣椒炒好，炒不好我就不活了。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可能脚底下有点踩风火轮的感觉。我这个好了。赶紧把那个锅弄了，然后炒这个辣子块。最后终于苏师傅把这个兔条炸好以后，我的锅终于空出来，我说赶紧把葱姜油先熬好，到里面熬，快，大火熬完把那个料捞出来，捞出来以后炒辣椒。然后一切才回归正轨，我的心才踏实下来。这个时候我可以专心做糖醋兔里脊了。I did the flying meatballs. So in that moment, you start feel like, oops, what's happened next? 我看它掉到地上的数量，我第一想法是 no。看够不够2、3、4、5、6、7、8。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be careful，OK？ 完蛋了，就是说不能急啊。对，如果真的不够就改小，少了切一半不行。切开一半了，已经切开一半了。Is enough? We have enough. 我们做了70多个。你们是最棒的。But I was lucky. Only we did some extra meatball for tasting. So just 5 meatballs cut in half, and we have enough for everyone. Problem solved. I go with the sauce, and you follow with the meatball, okay? Okay. 听到对方的盘子掉到地上了，我觉得他们的分配跟配合有小小问题。接厨，帮我打10个鸡蛋白啊。蛋清做什么用啊？就打一个芙蓉，滑滑的。那最后剩余20分钟的时候，我会开始做汤，因为汤要保温。如果说是等的时间久，可能它温度下降的时候，它在味道上可能它的冲击感就不会那么强烈。这个汤羹我会用兔子原汁的高汤，放在锅里打芡，然后放那个拆的兔肉的细丝，放竹笙搅匀，然后再放水藻。而且它是一个平和没吐出来的鲜味，是比较多人能够接受这个味型。我认为没有人会拿这个兔子去做一个青苔的芙蓉兔丝羹，而且我们对这东西是很有信心的。你多久？5、6分钟就好了。5、6分钟 ，OK， 那对。队长的汤羹快好了，我也需要赶紧去给肉丸增加一点炭火味了。我去拿盘子了，我直接放到那个脆上了。对。摆放。慢慢，不急。摆那边。生抽给了没有？生抽给了，不敢给的太多。来，这个 ，OK， 这个拿去摆，一人摆1个大块就好了。OK。
So just put the meat inside and the outside is chili. Okay, no problem. Just fast. 我们这边已经在摆盘了，两边完全不同的这个阵势了，现在已经，哎，我那边可以做到一个汤是吧？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哦。啊，他那个洗的那个量杯在哪去了？在这。对。来，准备倒汤了。时间还有10分钟。OK，Let's go。来，去倒汤。7分满。好。那个meatball还有几分钟？meatball可以啊。肉丸经过炭烤之后，需要刷上调好的酱汁。OK， 放去点，一点就好了。再撒上刚才黄师傅炒的辣椒粉。meatball快点。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来得及的，阿龙。是吗？全部。好，来分盘，都来分。来。你往那边，你从那边摆。OK。水先打匀了，水先摆完，现在打匀就先吃水的。Ivan meatball coming。先按铃的先吃，这个确实有优势。全部有 meatball 吗？哇，你会做 meatball？ Of course, we made the meatball. You have some extra meatball for us? Ivan. 要确保那个 meatball 上面有红油浇下去哦。直接按两个。来，按，跟我讲，我去按了。Let's go， 按了。OK 啦。哇，辛苦了。厉害！加油！很好。还有1分钟哇哦，提前完成哦。Good job, sir. Even the meatball we got half is was better than them. Good job. 好。菜品制作完成，请评委们准备品尝菜品。各位评委老师，我们今天带来2道菜，一道是西爪芙蓉兔丝羹。我们选择汤羹，把兔子焖烂拆丝，做成一个细的一个羹，然后有西爪提升它的层次，然后竹笙吃起来微微脆脆。兔肉羹我都想不出来，因为兔肉本身没什么味道。兔肉是有自己的香味，它是有点鲜甜，比较环保的一种蛋白。但是兔汤我真的没有吃过。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的是一个 meatball 肉丸，因为这个羹是比较鲜的，所以说我们肉丸只是微微带点辣的味道。因为如果说太辣的话，会影响你的味觉，会杀掉你尝那个羹的鲜味。谢谢。他用这个兔肉的这个丝分得非常非常小，而且去了所有的骨头，然后加些笋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平衡其实是很好的。汤底其实做出来的感觉是调味刚刚好，口感刚刚好，也拿到本身兔子的甜味。很少会用兔子做汤吧？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它会有一个差异化在，而且它是好吃的。
调了一个照烧汁，偏甜口加酸甜的这个口感。我们做的微辣的时候，可能接受面就会更广。我们对这东西是很有信心的。Yes. For us, the sauce, all the things, and the meatball texture is better. I know we can do it better. 好，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麻辣的兔肉丸和一个糖醋小兔兔。I think it's nice. 这个 meatball 里面有它的一个小心思，就是一个鸡皮打在里面。那也蛮聪明的。鸡皮和黄油对增加的油脂，然后菜的最下面，我们有去用清鸡汤跟花雕去做的一个汁儿，然后上面的料是用猛火爆炒的辣椒，激发辣椒的香味。我要它香，但是不是那么刺激的辣。糖醋小兔兔负责解辣，这2道菜一个是辣，一个是酸甜解辣。然后今天比较匆忙，对大家招待不周，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也很辛苦，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觉得很好吃，这个那个酱还有辣。哎呦，田峰老师点了个很大的头哎。其实他们那个肉球是很像的，就是一个酸辣味，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但是要看文文老师做的辣，他们能够接受。因为确实有点猛啊，看他那个辣，真的每个人的接受度真的很不一样。它那个甜酸跟辣椒打冲，味道很讨好。你也尝没有？就是那个糖醋汁。标准比例真是收的时候，我到处在跑，对，可能会有点落差，但是不会难吃，但是还好，它不会难吃。我是更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它是够味很鲜的。你看那个重庆的评委还喜欢清淡的更。我觉得2边都有优势，不到最后真的说不好。那都是做的丸子，是就比味道了，比口感了。I think we have good chance. 哇 ，my heart beating， 品尝结束，现在进行中海拔对决投票，金色张文文队，银色张龙队。你觉得哪边会赢？哇，好紧张啊！看到我手心又开始冒汗了。紧张吗？不紧张，相信一定能赢，所以不会紧张。投票结束，现在公布3位评审的投票结果。Now start nervous. Yeah, it's gonna be okay. Hopeful. 3-0哎！文文，3位评审选择的是张文文组。可能高兴的太早了。OK。就没有想到会3个都是选他们嘛，就是 we did quite a good job。然后他们一选的时候，叮，3个进了，我们off。其实是很势均力敌的，但是文文大厨那边在肉丸里面他还加了这个鸡皮，所以肉丸的这个密度是真的是刚刚好。这个肉丸呢 ，very very consistent， 那吃下去的每一口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滑的感觉，很香。那炒蛋这边呢也是很热很脆，酱汁呢调了一点甜甜辣辣酸酸的感觉，是很开胃的。张龙队羹的每一个环节，它都很到位，但很难把一只兔调出很鲜的汤。鸡是可以，但兔调汤会有点牵强。然后还有在一个兔肉饼的处理上面，张龙这一组加了鸡皮，比肥膘更胜一筹。现在公布其他评审的投票结果。哇哦哇哦！哇！目前是金色张文文队20票，银色张龙队20票。还有机会，还有悬念。
这就很难说谁了。会反转呢。I have the good confidence. We have the high chance to win it. 我觉得我们努力去做的，最后表达出来的也是很完整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他20-20就觉得哦有一点希望哦，对不对？快点盯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了。现在公布剩下20位评审的投票结果。哇！会反转呢。进的。最后的比分是张文文队35票，张龙队25票。恭喜张文文队获胜。厉害，都精彩。35 or 20。恭喜！辛苦，同志们辛苦。This one is okay. This better recipe. I make it nice. You want a recipe? 厉害，都精彩。这是选择的问题，这真不是厨艺的问题。如果你本来就不喜欢兔肉，那你吃那个兔肉跟那个很明显那个兔子的味道，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接受。很明显，张师傅那边是比较好比赛的菜。耶！辛苦了。It's very tough. Okay. But we are happy. 今天是团队战，第一是团队战，第二才是中海拔。菜是团队合作的产物，所以我们肯定是赢在了团队合作。非常开心，今天没有辜负我的团队，也很荣幸大家吃到我们做的菜。然后今天出菜都很匆忙，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做呈现更完美的出品。谢谢。他们合作起来确实很行云流水。首先恭喜文文队他们晋级，其次就是我们4个昨晚就说好了 ，We come together, we go together。OK， 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很远。所以说我觉得一次的成败代表不了任何东西。我觉得一场输或者赢不会影响到此刻的我，或者今天的我，或者以后的我。其实这2组选手，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比赛就必须有一个晋级，有一个出局，有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我很开心和他们一起组队比赛。我觉得张龙队长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认真对待他的事情的人。我是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工作的，因为你既然喜欢一个事情，你既然想做一个事情，你就要去突破自己，你就要去攻克它，他就有这种精神所在。然后 Evan 大厨他味道很灵敏，想法也很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烹饪的技巧。然后黄慧明大厨真的是有点感动。慢慢，不急。因为他毕竟上了一点点的年纪，如果不是热爱一个事情的话，不至于要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对我很感谢他们3个带我玩。拜拜。我想跟我的队友说，就是只要不放弃，永远都是走在成功的路上。今天这场简直了，泡点喝口起喝吧，养养生。整一点。欢迎来到食材房。这些干货的存放要求比较高。Hi Como， 看一下现在食材房的温湿度，适合放黑枸杞吗？当前室温18摄氏度，湿度55%，正是黑枸杞这类珍稀食材的黄金储存环境。顺便帮我打开 AI 空气托管。好的，正在为您开启食材房的 AI 气候管家。Como AI 空气管家可以这么智能的？是啊，它能实时感知空气情况，主动调整温湿度，所以食材才能保存得这么好。可以啊，我们给大家整一点呗。大小厨混合团战第3轮，低海拔食材对决。在本轮比赛中，你们需要使用黑虎虾作为主食材，并选择低海拔食材房的辅食材进行烹饪。大小厨混合战低海拔对决，邓华东队对阵欧浩然队。我的心情就是我的队员，我们有西餐的，还有中餐的，所以我们能玩的东西、能做的东西更多了。我们的对手确实很强大。
2号人呢，从小厨成大厨，说明他的实力也是不菲的。港厨潜力股呢，它也是西餐的，菜品的呈现摆盘也非常有心得的。甜哭了，它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甜品不能是主角呢？土菜研究员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湘菜大师，但是我对这一次的比赛，我是10000%个信心。邓师傅他是川菜的泰斗，他的菜的口味一定不会有问题。粤菜引擎很有比赛经验的一个师傅。5月小兄弟特别勤奋，也有想法。阿妹老师他对于气味是很敏锐的，我就给我队友说，今天是背水一战，必须进局，不能有闪失。我川菜虽然是盆地，但是我们味道也不差，我就用味道来展示我的厨艺。谢谢邓师傅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在同一个题目下看一下对方会做出怎么样的菜式。也谢谢邓师傅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去学习。对我来说，对手要做什么无所谓，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还有我的60位大众评审们。虽然邓师傅真的很厉害，但是我们就用我们的创意技巧去跟他有一拼。中西对碰，这边中餐多，那边西餐多。邓师傅这边是属于老宝马，是带发动机的，那边是属于新能源。这个形容很好，所以就更期待了。首先，就是主食材是虾，肯定是不能改的，那就是我们要以它为一个主题嘛。因为如果只做一个炒的虾、开虾就有点无聊，我们就做个虾饺、虾饼，对，最后裹点东西去炸。酱汁我有个想法，有沙姜嘛，有山蔬嘛，那要不然就用山蔬焯水打个绿色酱汁，然后把沙姜的味道加进去。因为你的题目使用是高中低海拔食材运用嘛，我就想说低海拔不同的食材都运用上，你不用就可惜了。那口感方面，我们加什么蔬菜可以在那个虾饼里面？藕带之类的东西吧，对。上面我想说再加点炸姜丝，就可能交给师傅您就是操作。对，那我想着说，那我们虾有一个这么好的产品，那我们的壳啊、什么脑啊那些其他的部分，我们也利用起来。因为我看到其实还有什么蟹啊、鱼啊之类的，那就弄个虾、蟹、鱼做个汤底。汤的味型方面，师傅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吃酸辣的这种。就我看见有白山果，我们可以用果山去做一个汤的味型。对，一口汤或者是2、3口汤也行嘛，就是一个小小的打开味蕾酸辣的一个味道。那里面的配料呢？我看有菇，有黄花菜。我们先选几个可能用的食材吧。而且有个点是，不是还有隐藏规则？加快了。对，因为其实我们有你在嘛，搞个甜品好不好？可以啊。承上启下。那如果我做一个我有信心的一个姜汁的一个炖蛋，好不好？可以 ，OK。好吧。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故事，我们想说是承上启下，把你的虾头去熬了汤，然后过渡到中间，你有虾肉，然后再你往下再走一步就是甜点，就整个故事是连贯性的。虾120分钟可以做得很好了。对，虾120分钟其实很它很好熟。我觉得最低的太多选择了，少一点选择就强逼你去想，但是太多选择就有时候会太贪心。就是说我们开档的时候，我在这边烧水弄东西，然后你们去选煮食材。还有就是说今天的节目会出现什么，我们不去预判，就是我们的虾是不动的。至于做减法和加法是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先的步骤是选食材，大家不要去考虑别的，定力选，然后我来做我的准备。因为我们看了2场比赛，对方可能是能拿掉我们的食材，然后我就在想，千万不要过多的依赖食材。他们对手可能是按西餐的方式思维，我们严格做中餐。我们想做熟醉虾，所以说这次我们设计了2道中餐，熟醉和我的那个弗拉虾球是主体。这2个菜除了黑虎虾，基本不会用到其他食材。我们同心协力，来，好，努力的4处分线，全力以赴。太帅了，姜还是老辣，还缺乏不了仪式感呢。走，推个车，加油，加油！拿沙姜，拿山蔬，
陈皮要拿多点陈皮。哇，这么多百香果！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要纯粹跟极致。原本的计划，这是一种食材，连2种、3种都没有。但是郑师傅觉得，如果是交换，那么没东西交换也不行。那我们就加了百香果，还有陈皮，然后还有黄鱼，就是我们4个最终拿的东西，够不够？绝对够了，就捞一堆了。够了，过来，我来。他们拿很多哎。乌鱼子是吧？乌鱼子拿2个就够。杨梅，菇要不要？哦，拿了 ，OK。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想法，所以拿了很多食材，但是我们担心我们这一场会交换一些食材，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洋装，拿了我们根本不会用的食材，可以去开档了，可以去卖东西了。他们拿了好多食材，对，基本上他们全部都拿了，所以他们可能想了很多食材。哇，冰箱里还挺多食材的哦，奶油、鸡蛋，还有食用花，是不是在那里？哎呀，你看这些虾活蹦乱跳的，感觉都要蹦出来了啊！小象超市活虾这新鲜度真的没得说，从产地运过来，全程控温、控氧、控盐。你看现场这虾蹦的跟刚从海里捞出来一模一样。虾鲜成这样，别说厂商这个大厨小厨有厨艺了，感觉我都跃跃欲试。我好多朋友在减脂期的时候，经常就从小象去买活虾，掰啄一下，清蒸一下啊，我看看。小哥上来的时候都有打氧袋，虾在里面跟今天现场一样，蹦得可欢了。跳跳虾这个名真形象啊！用什么大招更能守住活虾的鲜，这是入局的关键。对，而且都是高手。你说这谁入局了，不得跟这些跳跳虾一样，饿得1蹦3尺高哈？现在，请双方查看对方食材。真的。走吧。会玩什么花样呢？这个就猜不到要干嘛了。哦，我拿了全部杨梅，一样百香果、海肠、大闸蟹、海带，哦，他们什么都有拿嘛。对。这么少东西吗？如果有人交換咧，係等佢哋。让你们看食材，怎么翻箱倒柜的，看食材不就好了？看看有没有在里面。他们只有这么少东西吗？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它应该是藏起来，它是不止这一点。他们没有很多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骗我们。2队查看完，请留在对方灶台。又要隐藏环节了。不是增加，也不是减少。交换，我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有可能是交换。对，第一个是那百香果交换百香果吧。你们交换百香果。交换百香果吧，你们。要求他们换队员。换队长最好玩，把2个队长换过来。现在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第3轮的隐藏规则。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全部啊！全部啊！3轮的很不一样。这轮是太刺激了，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的。低海拔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这是最难的了。我觉得就完了。肯定没得玩了。你看那边还没播完，我们还有1000多，太难了，太残酷了。液蛋来不及，不要液蛋啊！我又很想呈现那个东西出去，还是在弄啊。没有多的时间再给我，超过120分钟才能呈现的话，我们整个就是0分。第4局比赛，餐厅生存战，4家餐厅只有2家餐厅可以入局。惊喜试吃团以全员就位。大家好，我是樊振东。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世界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请多指教。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让我吃出情感来了。光碟就是我最好的答案，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年少有为。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小时候的味道，它其实是一个酱油炒饭。准备上我们的一个虾仁、鱿鱼、过夜米饭和我们的鸡蛋、小葱。调制酱汁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有机酱油、老抽还有糖。炒饭要香，酱油得选对。这一款海天有机酱油，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4种，主要的原料还是有机的，提鲜效果非常棒。先把海鲜来处理干净，我们要把鸡蛋的蛋黄打到米饭里面。不用着急去翻锅，让它每一面都去均匀的在锅里面进行加热，成熟备用。用刚才剩下的油来进行炒制海鲜，下入我们刚刚炒好的米饭。最后呢，我们拿出来这顿饭的一个关键的灵魂——海天有机酱油，我们会用它呢来将3者的一个鲜味去给它揉到一起。山珍海味固然难得，但最能抚慰人心的，永远是那口家的味道。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一饭封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 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6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富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富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兰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兰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加入一饭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一饭封神2联合微博发起一饭封神菜品上新活动，上微博搜索一饭封神，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推荐你最喜爱的菜品，将有机会解锁超多精彩福利，快来为心仪大厨的招牌美味进行强势推荐。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1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Zaker 上1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竹、华语之声、钱江文娱、Do News、滴滴丽丽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么暖胃啊！今天在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为了看完电影之后特别想吃这个徐福烩饭的呀？今天刚好都来着了这一场啊，这一场有高铁的，我看这个节目啊，叫做《一饭封神》，有看过这个节目吗？今天《一饭封神》的我们的厨师张大玉老师啊，在现场，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徐福烩饭哈，真欢迎张老师啊，带着他做的徐福烩饭来到了现场啊。好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看来的时候，张老师就在这个微博上说见到了居夫之后，我该用什么语言跟他沟通呢？你先来给我们讲讲。大家好，徐师傅好，店长好，大家好，我是一饭封神的厨师郑佳玉。其实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之前，也看了一些大家的留言，我看见腾哥在广东那边好像也说了句粤语，既然来到长春了，我好歹也意思一下。但我突然反应过来，我的东北话好像只有一句，我的东北话杠杠的，人们在跟我说啥吗？不是，比我的粤语强。当然，我作为一个专业厨师，这个电影还是很能吸引到我。徐来觉得你在电影里面的刀工、翻锅非常好，我用我多年厨师的经验考证，你那些都是真功夫了，是。咱们也是很多事情了，好不好？要让佳玉老师说说现场您带来的是什么美食吧。今天这个菜主打电影里面的徐福烩饭，但是做了一点点变化。电影里面那个徐福烩饭呢，没有什么很好的材料，也没有很好的环境，但是做了很多无数的小孩，所以今天这个徐福烩饭，我用了电影里面10种主要的材料，也要用粤菜盘菜的灵感做出来。希望以后所有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团团圆圆、十全十美的吃一顿徐福烩饭。谢谢，哎呦，谢谢大卫老师。我们是不是让这个主创们这个待会尝一尝？再用师傅操作一下吧，这回打开它。sauce。哦 ，sauce。他翻过壳也真的是，我看见有点发水。太专业了，这个颠勺的这2下，我这个手点还小呢，确实不错。你看腾哥现在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份饭啊，咱们接下来尝一尝我们这个佳玉老师做的这份徐福。我看徒弟到底能扒出是几份儿？不是没牙啊？没牙，绝对没有放心。哎呦，为了一下，我们让他们一家3口，然后一起拿着我们这个徐福烩饭拍张照片，好不好？来，徐福烩饭啊，来，对，谢谢，也谢谢我们这个佳玉老师。佳玉老师最后有什么要问一下我们腾哥的吗？大厨，这个饭跟你们原版比的怎么样？比原版的好吃不少。有看我们一饭封神没有？有看。有看，我看就好了。那就下一期就邀请你去参加比赛，看是入局还是？哎呦，这就算邀请。但是看归看啊，别忘了中 SVIP， 不然就没法第一时间看见我出场。好的，谢谢佳玉老师，谢谢佳玉老师带来这一份这个丰盛的这个徐福烩饭，谢谢您哈。先代为保管一下，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结束之后一起来继续享受这一份这个丰盛的这个食物，好不好？谢谢您哈，谢谢，掌声谢谢我们佳玉老师，谢谢。感谢。